那我们简单的总结来看呢，就是老年的哮喘其实它有可能会产生变化，会发生变脸咳和闷呢，它是一个主见的症状夜间加重，晨起容易诱发，常规的用药效果比较差。无论呢是慢阻肺的进行性加重，还是哮喘的变脸隐身，其实最终呢都有可能体现在日常的一动就喘上。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运医生这个喘的程度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它比如说每个人的感受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有的人觉得我可能就是有一点喘，但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喘息已经蛮严重的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安全的我们在家就能够做的方法，让我们对于自己对于我们的家人的这种活动和耐力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好的，是有的。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实用的测试，叫6分钟步行实验。就是今天教给大家一个简化版的，主要用于自我观察这个肺功能的一个变化，看看这个记录一下趋势，看能不能一个代替的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断。那这个呢，测试的核心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前提下，就是周围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然后没有风或者是这个环境相对安全，然后以及这个时候有一个要点，就是千万不要您在已经发生了肺炎或者是慢阻肺疾病加重的时候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您就平静的走6分钟，以您最快的速度去走，看看能走多远，然后这个距离来判断您是不是这个肺功能的一个状态。那您帮我们具体的详细的说一说具体比如说它的操作方法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好的，首先呢就是安全第一。如果说您近期的时候有心脏不适、胸痛、胸闷、头晕，或者是血压非常高，就不要做这个测试了。最好是有家人陪伴，在一个平坦的、安全的、少干扰的走廊或者是客厅。这个可以这个距离比较短，20到30米，也可以稍微长一点，就是你可以做折返的一个步行，然后来算这个距离。那直线距离呢，20到30米，两头要做好标记，准备好一个计时器或者是手机，拿一个记录本，测试前呢先静坐休息10分钟，感觉自己的没有心慌，没有气短，然后再站起来以后，以您觉得自己那个稍微费点力，但是还能坚持的速度走完这个6分钟。在这个6分钟过程里呢，如果说是有喘憋的厉害了，或者突然胸闷了，就暂停这个实验。那更重要的是呢，要密切观察和询问在走过程中的这个感觉。感觉您说一说这个感觉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指标？比如说，我是觉得喘息了，还是我觉得这个心率加快了，或者是哪些指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外，在走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要停下来了。好的，就是这几个指标大家记住一下。第一个就是呼吸困难的程度，就是刚才说的这个6分钟呢是一个微微气促，也就是说您能持续往下走下去，不是说越走越累，越走越累您扛不住的情况。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喘的必须得停下来了，或者再走一点就马上就得停下来的情况，这个时候你需要停下来，或者是休息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心跳。在是否感觉到心慌的厉害，如果说这个时候走过程中心慌特别厉害，您就需要休息暂停。第三呢就是腿脚，就是在过程中因为肌肉酸痛而走不动，也需要停下来。第四呢就是嘴唇的颜色，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家人看到您的嘴唇颜色如果有发紫发的这个情况，说明您是有缺氧了。然后呢，但是您自己可能因为有些老年人他有慢阻肺或者是这个有哮喘的老年人，他自己其实已经长时间耐受缺氧了，但是他自己没有这种感觉，就会出现第4种情况，就是嘴唇已经发紫或者发干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需要旁边的人观察，出现以上的情况就建议是暂停的。然后呢，有以下其他的一些情况呢，是必须立即停止的。那比如说呢，这个胸痛，或者是难以忍受的这个头晕，严重的呼吸困难，脸色苍白，或者嘴唇发紫，停下来以后呢，记录停止的时间。那走完以后呢，也要记录结束的时候的感觉。那这个测试是我们大概比如说多长时间做一次就够吗？然后我们记录下来之后，这个数据我们是要怎么样来运用它？建议可以呢1到3个月，在身体平稳的情况下时候做一次。记录日期、步行的大概的距离、停止的原因，比如说走完了6分钟，还因为气喘在3分钟的时候停下了，就这些都是原因，或者是以及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这些记录的价值在于跟自己前后进行对比。比如说这次走了300米就觉得气喘不行就停了，那3个月后呢，同样的条件下走完了6分钟，或者说距离增加了，那就说明这个活动耐力有所改善。那如果说这个距离明显缩短了，或者是更容易出现气喘了，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好的，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监测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但是岳医生，这个家庭测试它毕竟只是一种我们主观上的判断啊，而且相对的这种测量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粗略的啊，它可能更像是在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变化的一个哨兵一样啊。那在测试的结果当中呢，有可能会提示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又或者我们本身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人他本身也是高风险的人群，那么接下来呢，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诊断了。